大家好，我是露西，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。和老婆已结婚2年，这2年过得挺安逸幸福的，而且还替小舅讲了2年的孩子。老婆的母亲早年去世，家里还有父亲和弟弟，父亲早已再婚，而他弟弟却有些不着调，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，工作也换了7、8个了。给人的感觉是就天天混日子似的，还没结婚时就帮过他很多次了，可他依然我依然没有好好干一份工作。后来和老婆结婚了，小舅子突然说要寄养一个小孩，在我家说自己要出远门，没有人照顾，让我们照顾下，知道小舅子好玩，第一位婚有了小孩也很正常，看在老婆的面子上勉强接受了。但没想到这一看就是2年下来，我们俨然成了一家子。出门在外，别人都以为小，还是我的最近小舅子又来了，说是要把孩子接走。虽然不着调，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交代了他生活上的细节。中午一块吃过饭后，准备送他爷俩走，可老婆却死活不让骑士吃饭时，我就注意老婆有些反常。这时老婆竟然在我面前跪下，扶了起来。我以为他是舍不得孩子，毕竟在一块儿生活了2年。我上前把他扶起来，可他却道出一个真相。老婆说这孩子不是小舅子的，是他的当年和前男友未婚怀孕生下来的，可钱男友不认他了跑了。后来岳父想把孩子给人家，毕竟在农村未婚有了孩子很难再嫁出去了，可老婆不容易，最后无奈把孩子给了小舅子。可小舅子这么不着调的人，哪能照顾孩子？当初把孩子扔过来就是为了要钱，现在把孩子接走，老婆怕他把孩子卖了。听完我心里不是个滋味，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这2年却给别人养着孩子，到头来成了接盘侠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臣不知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？第二个故事，我有一个表姐，从小就比较柔弱，别人欺负了她，她从来不还手，要么躲开，默默忍受，本以为长大了就好了，谁知道一点都没变。她妈妈总是担心她以后出嫁了被婆家欺负怎么办，谁知道怕什么来什么。婚后的表姐并不幸福，表姐和她老公是相亲认识的，村子隔得有点远。那时候表姐的妈妈托人去打听她老公家人怎么样，但是人家一个村的怎么会说他们不好，都是捡好的说。这么一来，婚事就算成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表姐嫁过去之后就没过一天好日子。结婚当天晚上，陪嫁的3万块钱便被婆婆要了去，说这个家是她当家做主，钱都要归她管。表姐性子弱，也就随了婆婆。第2天不到6点，婆婆就敲门叫表姐起床，准备一家人的早饭，说是结了婚就是大人以后要学会照顾家人。表姐也照做了，或许是看表姐好欺负，所有的家务都落到了表姐身上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连公婆的内衣裤都是表姐洗。表姐向老公提过意见，但是她却说都是一家人，这些就是她一个女人该做的，她爸妈辛苦一辈子了，现在就该享福。从此以后表姐不再说什么任劳任怨的干，表姐回娘家的时候都是报喜不报忧，从来不说在婆家被欺负的事，就怕爸妈为自己担心表姐的委曲求全，并没有换来婆家人的同情。相反，他们变本加厉，就因为表姐生了一个丫头，没能给他们生一个儿子。只要婆婆在外面打麻将输了，或者心情不好回来，就会骂表姐，说表姐不争气，想让他们断子绝孙，还说表姐是丧门星，把霉运带到了他们家。要不是表姐的爸妈没吭声去看望女儿和外孙女，正好碰上婆婆骂表姐，估计表姐还会一直瞒着。表姐的爸爸听到婆婆骂的难听，又看到表姐一边哭一边洗衣服，
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去就给了婆婆一耳光，然后两家人就扭打在一起，至此表姐的婚姻走到了头，离了婚，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被婆家人一直欺负表姐，妈妈心疼的直掉泪。表姐离婚不到半年，听说她前夫又结婚了，娶了一个厉害的女人。那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刚结婚婆婆，又想像整表姐一样整她，没想到碰上了厉害角色，不听她那一套。婆婆觉得没面子，就想上去打她，她没几下就把婆婆打得趴在了地上。公公想去帮忙，她顺手抄起了铁锨，说道：你们以为我是你们上个媳妇那么好欺负呀？公公吓得躲到了一边，邻居都没有人站出来劝架，说是人自有人治宪。施暴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都笑得肚子疼，这真是报应。娶了这么厉害的媳妇以后，有他们受的女人就要厉害一点儿。人善被人欺还是有道理的。比如说是布第三个故事，10岁那年，我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场变故。妈妈和爸爸吵架以后，喝下了家里的农药，留下我和爸爸走了办理完妈妈的后事。爸爸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，每天喝酒麻醉自己，一个不满意就对我挥棍子，所以我每天活得战战兢兢。那2年是我人生中挨棍子最多的2年。爸爸越打我越叛逆，我心里恨透了。他总想着是他害死了我妈，还要来虐待我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报复他。3年以后，我上初一，在离家几十公里以外的镇上，我很高兴我可以寄宿在学校，不用每天面对爸爸。在学校的日子离开了爸爸的视线，我跟着一群同学出入学校周围的黑网吧。我觉得那样的日子活得才像一个人，但是很快被老师告到我爸爸那里。爸爸知道了，自然是拳打脚踢。到了放学假的日子，由于爸爸给的生活费花完了，尽管我很不情愿，但是我不得不回到家里。还没有跨进家门的时候，破天荒地闻到家里肉的香，我一阵狂喜，推门而入，却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灶台边忙活。我愣住了，她招呼我：小江回来了，马上吃饭了。我没有理她，径直回到了房间。一会儿爸爸回来了，推开房门，小江那是陈阿姨，你奶奶突然介绍的女朋友，人挺不错的，以后她可以代替你妈照顾你。我一听就怒了，对她说：妈是轻易可以代替的吗？我已经10几岁了，不要人照顾了。爸爸摇一摇头，一把拉着我先吃饭。从妈妈走后，我和爸爸没有在餐桌上吃过饭。爸爸这次居然没喝酒，笑容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。吃着吃着，我眼泪哗哗的往下流。我从来不叫他，也不搭理他，但是他却总是热情的问这问那。他来了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爸爸不再喝酒，不再打我，又重新去上班。每次月假回家，他都会准备好吃的。走的时候，他会比我爸以前多给我20块钱。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他的好的，但是我不想忘记我的妈妈，不想别的女人代替她。终于在初3那年一次放假的时候，我叫了第一声妈妈。那一晚爸爸夜班没有在家，晚饭过后，我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的变回到房间休息期间，我昏昏沉沉的恍惚，看见妈妈在照顾我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却在医院打着吊瓶，而她却在旁边盯着我。见我醒了，她对我说：小娇，你发烧了，你不舒服咋不告诉我？我看她焦急的眼神，我心里觉得暖暖的天已渐渐亮了。看着一夜未眠的她，我不由得一阵心疼脱口而出：妈妈，你也休息一会吧。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不好意思地说：傻小子，脑袋烧坏了吧？之后的日子，我一直叫她妈妈。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真的和妈妈一样。
我想这是妈妈在另一个世界不放心，我特意找了个人来照顾我的。现在我远在他乡，他和爸爸成为了我最牵挂的人。好想快点放假回到家里看看他和爸爸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故事结束了。你们听完有什么感受呢？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订阅，我将持续更新。如果你们有故事要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